由自民党主席谷葵带领的已经访问了台湾，因为地域上非常近嘛。美国的前安全顾问海德利专门说，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大家好，我是吴薇。今天我们还是关注台湾大选，一个是台湾大选确实牵动世界的整个形势，第二呢，也是看到我们的观众非常的热心和认真的在跟我交流，来听我的输出，我也很感谢。正好过去这2天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新的情况，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快速的再给大家一个更新，还有也可以跟分析一下我们现在有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和新闻情况。今天要讲的是几个点，一个是美国第一时间送高官代表团访问台湾，基本上是可以是迅速到达。第二，我们要关注有更加多的西方世界国家政要各方的政治经济代表在向赖清德总统的当选表达祝贺，向台湾的民主表达致敬，也表达一种非常热烈和公开的善意。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北京政府又生气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抗议。我们看到他们向美国发出抗议，向日本发出抗议，向欧洲发出抗议，基本向所有向台湾表达祝贺的政府都发出了抗议。所以北京外交部这2天挺忙的，他们一直在抗议。进一步进行分析之前呢，先允许我给大家做2个更正，很抱歉。一个是呢，我在上一期的播报里头我说，我认为当时金融时报的预测是一个独家新闻嘛，说美国会第一时间派一个2党的代表团快速访问台湾。我当时说认为这个独家消息不准，而且我还说我没有看到准确的消息。当时录那个片子的时候确实没有准确消息，很多热心的朋友，很多认真看我节目的观众已经第一时间给我做了更正，我真的很感谢大家。首先我要说的呢，我第一不代表任何官方机构，第二呢，我也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Twitter 上或者油管上的那些听床师，就是所谓知道不知道的他们都敢信誓旦旦的说知道。我呢这个人比较老实，可能也是这么多年做记者的一个习惯，说职业束缚也好，就是我只对事实，只对我看到的信息，准确我查实过的信息来做一个负责任。当然一定会出错，所以出错请任何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指出来，我们进行交流。这也是我现在为什么愿意这么多年做了媒体以后还愿意自己来做一个油管频道，而且讲的叫大声姐和朋友们。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和观众都会帮到我们一起传达更好的故事，一起讨论问题。千万别把我当做一个非常权威的主播，好像必须要说什么结论一五一十，言之凿凿。我一定会做到一五一十，但是知道就知道，不知道我就道歉。好，还有一个也是一个错误，有朋友跟我指出说，我当时播报的时候赖清德 Doctor 我翻译成了博士，我当时脑子里闪了一下，但这是一个细节，应该是赖清德医生。好，啰嗦了这么多，我们现在马上说。美国方面，美国真的是在第一时间送了一个代表团访问台湾。我相信在台湾的朋友这2天在你们的当地新闻、台湾的电视上应该都看到了。这个消息也被海外所有的国际的中文媒体都报道了。英文媒体我看报这个新闻倒并不是非常多，他们可能关注的还是像我们之前说的是更宏观的，在国际政治和双边关系的层面来分析台湾大选的结果。但是所有的海外中文媒体都报了这条消息，真的是周6选举结果出现，周6的晚上代表团就已经到达台湾，向赖清德总统送上第一时间的当选祝福。当然他们也马上见到了蔡英文。我们看美国在台协会的网站很快发了一个声明，说美国政府遵循先例，在台湾总统选举后派遣前资深官员以私人身份造访台湾。你看他们用的词很讲究，一个是遵循先例，说明什么呢？就是美国和台湾2方面的友好关系、历史渊源，而且是有先例的，就是官员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是一直存在，而且一直要坚持做下来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以私人身份，因为中美联合公报也好，或者中美的官方表态也好，虽然中美是有外交关系，但是北京你也不能阻止美国官员以私人方式访问台湾吧。所以
这个表述是故意的。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代表团送来的人是前国务卿斯坦伯格、前国家安全顾问海德利，还有呢，他们是在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的陪同下，我们也看到照片都出来了哈，气氛很友好。我们在看会见过程中的有几个细节，一个是在已经公开出来的会见蔡英文的那个会面中间，美国的前安全顾问海德利专门说，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它英文翻译的是 hard as rock principled nonpartisan relationship。这个 hard as rock， 我们看到谁还这样表达了呢？是北京对美国这次的抗议，说北京对两岸统一的意志坚如磐石。我在准备这个文案的时候，我就笑了，我就不知道到底是谁先用的这个表述在前。美国的态度是我们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北京的强调是我们对两岸统一的意志坚如磐石。这个点非常有意思，在文字上是互相在杠呢，还是巧合呢？海德利还说，台湾的民主为世界树立闪亮的模范，也是一个基于透明、公开、法治、尊重人权及自由的民主成功故事。他们也强调了美国对台湾跨党派密切合作要坚定支持，也期待在新的领导下延续台美关系，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和稳定。然后在这次会面中呢，前国务卿斯坦伯格专门呢赞扬了蔡英文总统杰出的领导力。确实，这一次的很多国际的报道和分析都有指出，蔡英文过去8年，在内政和本地社会民生方面的进展，其实没有他在国际事务上、外交事务上的进展显著。这8年，台湾的民主和台湾这2个概念已经真的是深入人心，所以也能看到，美国也在专门强调这件事情，也在表达了一个对在地域政治、两岸关系和多边关系中，台湾一定要发挥一个民主国家所赋予的这种价值和力量。这个点上，台湾人是有资格去自豪的。斯坦伯格还说，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政府，美国长久以来的政策具有一贯性，台美是只基于非正式但友好的关系。我们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议题，重视对话的重要性，及避免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相信此政策对区域内所有人民都是有利的。我分析一下哈，这次这个代表团第一时间来，尤其一定是拜登的支持和受益，它有几个作用和目标。一个当然是要稳固和台湾的这个关系，也是强调了我们是长期友好的，表达了重视，表达了祝贺。我相信这个给台湾送去的这个及时的祝福和鼓励，台湾是一定是 get 到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实也表现出来了美国对于了解台海关系、台海目前局势的急迫性，就是第一时间来听一听意见啦。一个是先跟要卸任的总统蔡英文沟通一下，表达一个我们一直是友好的，不管是哪个政党上台都是一样的。第二呢，也在他们接下来跟赖清德总统的会面，我相信他们也是要摸摸底，就是也要听一听在520蔡英文总统和赖清德总统交权之前，赖清德要在哪些关键问题上要做哪些表述，哪些表述上是维持现状、维持原有的原则，哪些是要有新的一些表述和决定。美国要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这样接下来在4个月的左右的时间，美国也要相应的做一些各方面的预防、调整、准备和策划，对吧？所以他们也还专门又强调了，在会面中，就是说一个是要解决这个两岸关系的问题，还有是要强化经济、科技发展和环境方面的合作。蔡英文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这个还有一个点是在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间，台湾也证明了他们在芯片产业中间这个不可替代的绝对的领先地位。现在真的是世界没办法离开台湾。美国也拜登专门花巨资做了自己美国的本土
芯片生产线，但是这个生产线也不是一时可以实现的。那么，在 COVID 期间，全世界的物流断流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了没有芯片，很多汽车、电脑、高科技产业的运行基本上是瘫痪状态的，所以台湾现在在世界贸易和科技格局中间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蔡英文也专门强调了，现在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在北京的抗议中间强调了，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而且只能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国家的内政。你看，这又跟蔡英文的表述是正好杠上的，对上的。美国既然现在第一时间先去见了蔡英文，而并没有来北京有任何会面的话，也是在这个点上默默地表达了一个对台湾的来自世界的支持吧。好，说了这么多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再说一点。好，上一次我们也说了，在很多国家第一时间向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表达了祝福。我们现在看，我上次播报已经蛮长的一个名单，现在又被无限的拉长了。根据台湾外交部的网站公示，其实有更多的国家都向台湾表达了祝贺。我们也看到赖清德总统他自己的英文推特上也挺繁忙的，他不断的向他的世界政要朋友们表达感谢。所以赖清德总统很忙啊。我们看到的是新的比较可以点一下的哈，像法国、德国、新加坡、捷克、意大利、立陶宛上次说过了，还有乌克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基本就是我们熟悉的西方国家已经都在第一时间发出了贺电。还有一条就是除了美国第一时间送了代表团已经到达台湾进行访问和民间交流之外，日本表现的也非常积极，而且动作迅速。14号已经在日本有一个党派议会组织日中议会会议这个机构，他们是由自民党主席谷葵带领的，已经访问了台湾，因为地域上非常近嘛。据日本的新闻报道，赖清德会见日本代表团的时候，专门强调了对日台合作有强烈愿望，还表示要加强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和民间部门交流。读卖新闻专门讲到说，以半导体产业为例，赖清德认为日本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呼吁增加投资和贸易，还表示当选第2天就见到日本朋友，象征着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密切关系。赖清德还专门见了日本对台联络机构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南。还有一点要注意到的是，外务省先发了一个文字声明，日本外相上川阳子也专门对NHK 有一个访问，表达对赖清德当选的祝贺，还说我对民主选举的顺利实施和他的当选表示祝贺。台湾对日本来讲是共享基本价值观，并具有紧密的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的极其重要的伙伴和值得珍重的朋友。这个定义是非常高的。然后日本也说将基于维护与台湾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的立场，进一步深化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当然他们也专门强调了希望能够和平对话解决，并有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当然日本的这个外相一讲话，14号最新的消息，我们看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官方微信公号上马上就表示了不满，说对上川阳子祝贺赖清德总统当选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而且他们这个文字里头有一段话，我觉得必须要念哈，说日本外相公然表示祝贺，有关做法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他们又再次 diss 了一下日本，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中国一贯反对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还要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台历史。
反正每一次向日本抗议的时候，一定要抽一下日本曾经侵华、侵台这段历史的，感觉就是这也是外交部抗议的一贯路数。我们都知道日本这个关系和美国，那一定是日本就是紧跟美国的。美国第一时间13号送了代表团，日本14号已经也会见了，然后外相马上表达了这么极其重要，一定要加强的，第一时间对台湾的友好，马上中国一定要先去严重抗议日本。这些套路我说的时候，我一边说自己都觉得有点又没劲，又觉得挺可笑的。我们哪期专门做一下吧，就是在所有的这些抗议的表达方式里面，中国外交部有没有一点点新的改变和创意？不过说起来，改变和创意，我相信这也不是他们自己能决定的。任何官方公报的一字一句，可能都有人在决定。那么现在呢，日本公然祝贺，他们都不乐意，我就不太理解北京为什么不能允许别人祝贺呢？祝贺还要偷偷摸摸的祝贺吗？不理解，真的是不理解。我们再快速说一下欧洲国家，德国。上一期我没有提到德国，德国外交部1月14号也表态说，台湾自由和平的选举再次显示民主在台湾深深扎根，认同民主和认同民主价值。我们祝贺所有参选的选民、候选人及当选者。德国外交部的网站还专门说，德国在很多领域和台湾都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并希望按照德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继续扩大与台湾的关系。德国说呢，德国致力于维护现状，建立信任。改变现状只能在和平及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希望双方努力推动恢复对话。所以从现在到5月20号，其实全世界都在紧密关注中台关系会往哪里走。其实关键上有几个条线，一个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太忙了，我们都没办法一一去读，他又对多少国家进行了严正抗议。反正北京这2天一定是非常非常愤怒的。目前我们看到的各方的媒体的分析和之前的一些专家预测都知道，中国是在很多事情上是蛮记仇的，就是在一件事情上如果得罪了北京政府的话，在很多具体的事情上他们会做出来报复和反制的。一个就是中国会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 ECFA， 肯定会进行更大规模的取消。所谓穷台战略，就是在经济上打击台湾，让台湾变得更穷这可能会对台湾经济上有进一步的打击。所以你看，不管蔡英文还是赖清德对现在来访的代表团都在强调了，在贸易各方面、关税各方面要有新的合作。台湾要在这方面要加一把力，因为中国如果外交上他们这个战狼外交没有起出任何效果，强硬的态度并没有阻止国际社会向台湾公然示好的话，那他们肯定还有的几张牌就是经济和军事。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各国呢都知道，虽然跟中国建交了，中国反对任何公开外交层面的与台湾示好。那么现在刚才专门说到的德国，你看他们的用词都是在非官方一个中国关系下，但是我们还愿意跟台湾做生意，我们还愿意跟台湾在一个民主战线联盟里头保持友好关系。这个中国看在眼里，一定是气在心里的。所以这个对习近平他下决心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是提速使用武力，还是会做什么，这也是全世界在做的看点。还有一条消息也很有意思，是瑙鲁。可能台湾人还比较熟悉瑙鲁，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瑙鲁在地球上的哪个位置哈。瑙鲁是大洋洲的一个小国。今天的消息是瑙鲁跟台湾又断交了，然后又跟中国建交了。为什么我用了2个又字呢？我梳理了一下，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瑙鲁已经多次出尔反尔。今天网上网民有一个笑谈，说瑙鲁倒是从来不脚踩2只船，但永远2面3刀。意思就是说，瑙鲁已经数次跟这边断交，那边建交，这边建交，那边断交。当然，瑙鲁总统给出来的解释是，他们出于国家利益。所谓国家利益，其实就是金援外交嘛，就是要巨款资助和赞助。我们总结了一下，瑙鲁
1980年5月4日和中华民国建交，2002年7月2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2002年7月23日和中华民国断交，2005年5月14日与中华民国复交，2005年5月27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2024年1月15日瑙鲁与中华民国又断交。所以听着很乱吧，确实很乱，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跟谁建交，跟谁断交。反正治大国如烹小鲜，好像这个决定做的有点实在是太随便。当然，像这样一个随便的决定，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达了非常热烈的赞赏和欢迎。那今天说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好，我们接下来如果有更新的信息的话，随时更新。谢谢大家。